最近这几天，中国央行又开始忙活着救市了，但这种操作真的能拯救中国经济吗？我看悬。先说说中国央行的这波操作。10月18日，央行联手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搞了2个新花样，一个是允许21家金融机构向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发放贷款，用来回购和增持股票。这个所谓的再贷款首期就砸下3000亿元人民币，年利率 1.75%， 期限1年。另一个是启动证券、基金、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操作，首期操作额度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。乍一看，这些数字挺吓人的，但咱们别被表象迷惑了。来看看中国股市的真实情况。截至8月31日，沪深两市5104家上市公司的上半年财报显示，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下滑 1.4% 和 2.4%。有专家指出，今年上半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亏损面超过 50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央行这点小动作能救得了股市吗？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央行和监管机构在通知里强调，金融机构可以自主决策是否发放贷款，自担风险。这不就是明摆着甩锅吗？把压力全都推给了商业银行。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。再来看看失业率的情况。中国统计局公布9月城镇失业率为 5.1%， 比上月下降 0.2个百分点。但是大家注意，他们又一次没有公布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。为啥不公布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是难看的不敢见人。有专家估计，如果算上1200多万应届大学生，今年的实际失业率恐怕要在 50% 以上。这哪是什么 5.1% 啊，这是 5.1 倍还差不多。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他们的梦想和希望正在被现实无情的碾压。这些年轻人被戏称为烂尾娃。你说这帮孩子好不容易上了大学，结果毕业就像烂尾楼一样，人生还没开始就停摆了。有的被迫接受低薪工作，有的干脆长期失业。这对社会稳定是个巨大的隐患。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，如果他们都找不到出路，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再说说外资撤离的问题。2023年，外人直接投资骤降至330亿美元，比2022年暴跌 82%， 创下30年来的新低。光是第3季度，外商直接投资就净流出118亿美元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。你想啊，这些外国投资者又不傻，他们为啥撤资？还不是因为看不到希望。地缘政治风险加剧，经济复苏乏力，再加上政府的种种操作，谁还敢把钱放在这儿？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资金的流失，更意味着技术、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流失。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。中国政府过去20多年来，每次经济下行就搞大规模刺激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，2015年股灾后的救市，2020年疫情后的财政宽松，哪一次不是饮鸩止渴？短期看似有效，长期却埋下更大的隐患。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，就像是给一个重病患者打强心针，看似暂时缓解了症状，实际上病情却在不断恶化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政府现在连经济数据都不敢公开讨论了。知名经济学家朱恒鹏因为在私人微信群里批评经济政策就被失踪了。这下好了，学者们都自我审查，谁还敢说真话？没有真实的数据和公开的讨论，怎么可能制定出有效的经济政策？这种审查制度不仅影响了经济领域，
整个社会的言论空间都在不断萎缩。深圳发生日本学童被刺杀事件，相关报道和讨论全被压制，提高退休年龄的讨论也被删得一干二净。现在连校园里都在推广监控产品，说是要精确封锁 VPN 追溯学生身份，这哪里还有言论自由可言？在这种环境下，创新能力能不受影响吗？特别是在学术和科技领域，没有开放讨论和批判性思维，拿什么去竞争？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，如果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，还怎么指望产生突破性的创新？说白了，中国经济的问题根子在政治。外资和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，内需消费不振，政府不去解决根本问题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搞审查管控，这不是把经济往绝路上逼吗？再来细聊这个股市救市计划。央行这么大动作，表面上是给股市输血，但说白了，不就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赌博吗？而且还是在一个已经烂到根子的市场里赌博，这不是饮鸩止渴是什么？你们想啊，上市公司半数以上都在亏损，经济基本面这么差，单靠注资能解决问题吗？这不是把钱往黑洞里扔吗？更别提这些钱最后会流到谁的口袋里，恐怕又是一轮割韭菜的好戏吧。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真正提振市场信心，反而可能加剧市场的扭曲。投资者看到政府出手，可能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，进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。长期来看，这只会让市场更加依赖政府干预，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。再说说这个失业问题，官方数据说是 5.1%， 但咱们心里都清楚，这数字水分有多大。尤其是青年失业率，去年就高的吓人，今年干脆不敢公布了。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高失业率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个社会问题。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意味着他们无法实现经济独立，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。这会导致消费能力下降，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。更严重的是，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，增加犯罪率，甚至引发社会动荡。外资撤离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。82%的暴跌，30年来的新低，这数字听着就吓人。外资撤离不仅意味着资金流失，更意味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在减弱。这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，减少技术交流和创新机会，长期来看会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。政府的审查制度更是让人担忧。朱恒鹏事件只是冰山一角，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言论空间都在不断收缩。这种做法不仅扼杀了创新和批评的声音，还会导致决策者与现实脱节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在教育领域，过度的监控和管制同样令人忧心。学校应该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地方，而不是思想禁锢的场所。如果连年轻人都失去了自由思考和表达的能力，国家的未来又在哪里？说实在的，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真的很悲观。政府要想重振经济，首先得让外资和老百姓重新相信它。但看看现在这个样子，谁还敢信啊？政策制定不透明，执行更是不公平，市场管制越来越严，企业连口气都喘不过来。至于民生问题，就业难、教育贵、看病难，这些老大难问题哪个解决了？有人说中国经济还有潜力，什么庞大市场、勤劳人民、完整工业体系，我看啊，这些都是空话。市场萎缩了，人民穷怕了，工业体系老化了，还谈什么潜力？关键问题是，这个政府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问题，他只会加强管控，压制批评声音。改革？别做梦了，他们只会把经济搞得越来越糟。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做什么？能保住自己的钱就不错了。
什么积极参与社会讨论，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，这不是搞笑吗？谁敢说真话呀？说白了，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，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好转。但这种改革可能吗？我看悬。你们觉得呢？中国经济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